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爱生活。今天要说什么呢？今天我来跟你说一个你也很熟悉的企业，就是 Uber。Uber 呢是一家家喻户晓的公司，我也不需要太过多余的去介绍了。他们现在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生存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因为 Uber 呢，从2010年他们创业到2022年都12年过去了，他们呢是没有一个季度是有盈利的，而且亏损的数额是越来越大的。包括了在2020年那一年呢，只是一年就亏了80亿美金。那么所以呢，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 Uber 这一个公司背后的一些商业模式，看看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来个鲤鱼大翻身，实现从亏损80亿美金到以后是可以变成一个盈利的公司。那 Uber 呢是在2009年呢，在美国的三藩市那边创立的，然后呢，在2010年呢就正式的上线了。从它一推出的当年2010年呢，它仅仅是在全球的8个城市上线，但是到了今天2022年呢 ，Uber 呢是在全球超过1万个城市上线的。但是它不盈利。对，虽然从价值来看，他们占据了这个全球很大的一个市场嘛，那 Uber 呢也占有了中国那个滴滴公司18%的股份权，然后在东南亚呢最大的打车公司呢就是 Grab 嘛，那 Uber 也占有了 Grab28%的股份。那 Grab 盈利吗？也不盈利。滴滴盈利也不盈利。啊，那完了。这些就是基本上全球所有关于打车的业务呢，都可以跟 Uber 勾上关系。他们在这10年呢，也延伸出了很多不同的业务，包括像送餐服务的 Uber Eats 啊。那如果你是要有跟人家一起拼车的话呢，就有一个叫做 Uber One 的服务。那如果你是想要买这种超市的日常用品呢，就有 Uber Grocery。这里没吧？这里没有，但美国那边有。那既然Uber 今天从当初的一个打车公司到今天发展成这么多方向的业务，那为什么它是亏损会不断越来越大的呢？那首先呢，这就要从 Uber 的整个商业模式来说了。那第一来说的话，就是 Uber 它其实就是一个提供科技服务平台的公司嘛。那 Uber 它的整个经营模式呢，就是站在共享经济的角度去看，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实体的产品，它只是做了一个中间人，把这个司机跟乘客拼在一起。那这些司机呢，他跟一般传统的打车公司不一样，就是这些司机不需要去考这种合法的执照的，所以他们的整个家庭背景啊，全部呢都没有经过很严厉的审核，也不需要去付一笔费用去拿到那个执照。相对来说，这么样呢，就变成很多的当地各国打车公司的老板呢，都非常的讨厌 Uber， 所以每当 Uber 想要进入那一个国家的市场的时候呢，都会遭到当地的德式司机啊、打车公司的强烈的抵抗。现在日本批了吗？批了，但他只批给他去做那个 Uber Eats。那其实 Uber 呢，在过去的10多年呢，都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各国的政府在打官司。那面对这些来势汹汹的抵抗呢，那 Uber 呢，其实他在每一次去开展一个新的国家的业务的时候呢，他都是选择鬼鬼祟祟的去开拓的。他们也研发出了一些叫做 Ripley 的黑科技。如果 Uber 的在那个国家的分公司其中一个员工被查，他们在 Uber 的总公司可以启动这个 Ripley 的软件，然后就把当地的分公司的所有的电脑都封锁起来，然后直接把里面的密码全部换到完。又或者呢，就是比方他们这些政府呢想要去暗地里调查这个 Uber 呢，那他就会可能假扮成卧底。那他们呢又发明了一个黑科技叫做 Grable。那通过这个 Grable 的软件的黑科技呢，他就能查到你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你是在哪里做工的，你工作职位是什么。他只要发现到你是跟政府相关的工作人员，立刻黑掉你。为什么他要鬼鬼祟祟呢？因为你还没有拿到政府给你的一个执照的时候，你还是不能够合法的在那边经营的嘛。他还要就是花很多钱去游说这些政府的政客。所以他就得当地先挣一点钱，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所以就还没有执照之下就开始营业了。对，他就开始营业，就是大众的人们肯定更喜欢 Uber， 因为它是更便宜的价钱、更有效率的方法来得到这种打车服务嘛。因为传统来说，其实以前在还没有 Uber 的时候呢，我们时常都被德士砍价，又或者是要急事要找德士的时候也找不到嘛，所以人们是喜欢 Uber 的，而且他们服务态度比德士司机好很太多。对啊。第二个原因呢，他们还要面临很多竞争对手。
其实 Uber 的整个商业模式是非常的简单的，所以呢，他们这个服务很快的就引起别的公司注意，他们就可以推出相应同样的东西来跟 Uber 做竞争。那在他面试的2年后呢，就有一家公司叫做 Lyft， 商业模式一模一样。那他们是没有一个产品比对方更具有优势的，而他们呢又很需要到司机，那因为没有司机就不会有乘客嘛，所以是一个互相的关系。那他们就变成大家不断的在市场上抢司机、抢乘客，没完没了。我还记得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时候 Grab 刚刚崛起嘛，对啊，然后他们就不是免费吗？什么1块钱只要在15公里内，导致了我们乘受客贿啊，对，因为2个打的你死我活，我们就1块1块这样。所以呢，早年呢，这个 Uber 为了跟这个竞争对手不但是打价格战，还出了很多的小手段。比方是匿名者吧，那就是我叫你去用这个 Lyft 上 Lyft 的车，然后在那个旅程中呢，你就游说那个 Lyft 的司机说，哎，你不如来 Uber 这边做司机吧 ，Uber 可以给你什么更好的优惠啊，更好的待遇啊。那他们还有工资吗？这样游说？对啊，就一直要出钱。卧底有工资吗？他肯定要给钱的，要付钱给人家。那他也不是好到哪里。Uber，他没好啊，是一个很狼性的公司。那因为 Uber 呢，不管在外要面对政府跟大众的压力，在内呢又要不断的跟竞争对手就是大打价格战嘛，所以这些就根本他们是不断要烧钱来去维持扩展，同时呢就是打败竞争对手的。这2个原因呢，也是导致 Uber 常年不能盈利的主要2大原因嘛。那 Uber 呢，只有常年这样子亏损下去，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好做什么呢？裁员。从2019年开始呢，到2020年呢，就总共裁了大约有7500多名的员工。那再加上呢，常年都不盈利嘛，那初期很多投钱进去的投资者呢，已经失去了耐心了，他们是很想要快点有一个套现走人的计划。那所以呢 ，Uber 呢就决定了他们要搞上市，因为只有搞上市，你才可以吸引更多的资金，然后同一时间让早期投资了钱的投资者可以有一个解套的机会嘛。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了，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上市 ，IPO 的发行价股价是45块钱一股的，但是呢，上市的时候就跌破了它的发行价。今天 Uber 的股价一股是33块钱美元，经历了3年呢，公司的股价还掉了25%。那雪上加霜的呢，就是本来2020年不是还全球疫情了，全球各国多个城市呢都进入封锁的状态。那封锁了就没有什么人要用 Uber 来打车了嘛。当时呢本来就觉得啊 ，Uber 这整个公司要完了。这个也就是这样的，没办法的事。结果呢，横空出世来了一个 Uber Eats 来救了整个 Uber， 就变成很多人在封锁要在家，他们就需要点外卖，然后点外卖就需要到 Uber Eats 了。所以呢 ，Uber Eats 呢，从短短的2020年到今天2年，成了整个 Uber 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所以哪有雪上加霜？就一开始的时候，本来觉得是不好的，那里突然间来了个 Uber Eats， 就 Uber Eats 的这个送餐服务呢，跟它的那个传统的打车业务呢，最大的分别呢，就是一个载食物，一个载人。不是，不单是这样子，就是你没有牵涉到那么多的法律，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打车公司会来不断的跟你打压，因为送餐这一个服务呢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所以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Uber Eats 虽然还是在亏钱，但是亏损的程度是远远比 Uber 这整个业务来得更低的。今天呢，整个 Uber 呢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了，他们还是处于亏损。那如果你处于亏损，你就需要不断有资金在投入。但是都10多年过去了，很多当初对 Uber 这整个商业模式有信心的投资者，都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股价呢又不断在股市里面被学习，再加上美联储已经要加息了，所以接下来他们的运营成本只会更高，不会更低。都要再加息了，你还不能够盈利，那加息了之后，你就更加不奢望你有可能盈利了嘛。Uber 其实在接下来这几年呢，很可能他们是面临一个岌岌可危的时代了。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的确是因为 Uber 而受益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这些消费者呢，
其实也是最不可靠的，就是我们对这一种公司呢是完全没有忠诚度的。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说呢，他们之间呢其实不应该再自己互相的去竞争下去了，他们其实更应该至少要先统一。他们只有像这些 Lyft 公司啊、DoorDash 公司、Uber 公司这些都连起来，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提高一个价位到你们是有能力去做盈利的。那接下来就要看消费者买不买单了嘛。那如果消费者觉得没办法，我还是很喜欢用你们的这个 Uber Eats 的点餐，那我自然就要付那一个代价嘛。那如果你是不愿意付那一个代价的话，那只好呢，就是说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所有的共享经济的公司呢也会走向没落了。所以你的方案是要所有人妥协。对啊，说了等于没说。So I just close my